一部影片把这个草踏念错了 ，Sorry。今天一定要去好好的认识一下草踏。齿很用尖的，这太沉了。好美啊！呜，你那个沙，我好痛啊！惨了，这 Pocket 4有一点怪怪的，可能。Just me, my bike, and the open road. Let's roll. 大家早，我是 Wendy。现在在115县道上面。一开始这条路很简单，就是打算到115的起点。我绝对不是在说最后这1公里到桃园新竹县界很简单啊，平均坡度8.5%耶。我要说的是，从新埔出发，只要一路沿着115县道骑，大概30公里就能抵达观音喽。杨梅火车站耶！上回土地公派新自强号迎接我，这次杨梅又派区间车来欢迎我，谢谢啦。刚刚在115县道一直想要找地方开场，结果115县道实在是太热闹了，现在躲到了115县道旁边有一个不知名皮塘，风超大，这要怎么说话？嘿嘿，反正我今天的计划呢，就是115一直骑到起点，115的起点呢就在观音国小旁边。那我决定到观音，然后呢，目标要去一个地方叫做草踏。上一部影片把这个草踏念错了 ，Sorry。今天一定要去好好的认识一下草踏。然后呢，还想要去大鼓山，今天就先这样咯。现在风比较小，应该录得起来吧？好啦，美丽的皮塘，拜拜！我要继续回去115县道了。桃园到处都是这种人工皮塘，最多的时候竟然有8846个，难怪会被叫做天堂乡。115县道的起点快到了，观音国小来了，观音国小 ，Hello。看好115县道的起点耶！从刚的角度看，白沙甲灯塔真美啊！观音滨海休憩区，我又来了。这一次我要好好看一下你哦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站在哪里，竟然可以看到一望无际的大海，宽广辽阔的沙滩？上次在下面看到阿兵哥的地方，然后我就没有上来了。这一次想说上来看一下，没想到风景这么的棒哎！只可惜前面这个地方有一个观景台的地方，这个观景台的地方正在整修，这个地方，所以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只能站在旁边看咯。我先走后面这条路上来的，这边可以走楼梯上来。那旁边呢？旁边那一条就是我上次骑单车经过的地方。我就在水管观景台的面海这一侧，躲太阳，吹着风，不小心可能会睡着哦。好啦，该继续上路喽。有自行车道的地方，就代表里头一定藏着宝物。这前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啊？草踏沙丘观音展示区，观音滨海休憩区。这草踏沙丘观音展示区感觉应该没有营业了，只是后面的厕所都有开，也有很多人在那边要准备冲浪，所以这边应该就是一个冲浪的好地方吧。桃园县滨海自行车道，看到桃园县就知道应该不是很妙。我的影片下方资讯栏内都会放那个我骑乘的 GPX 档案，有 Google 版的，你可以过去看看哦。这样就不用像我一样慢慢找，
里哦。有没有觉得前方这一幕似曾相识？有没有像上一次新竹县滨海自行车道接到西滨的那一段？我不想再逆向啦！好李家在，这一次有高起来的自行车道，多么神奇的自行车道啊！我上次怎么不知道？还骑到西滨哎！我骑在自行车道上没错，但这车道旁的植物也太热情了吧！大幅压缩了原本的骑乘空间，这是在考驾照吗？全神贯注，挑战十足。看一下旁边这个草海桐哦，这草海桐还不好惹哎，你不要看它这样哦，它这其实还蛮硬的，所以要小心。那个旁边只有一点点的路可以走而已，这里应该很少人走吧？音乐响起，你以为会看到英勇骑士凯旋的画面？不，你看到的是我在这条被植物挡到不行的自行车道上古筝，前方的树枝硬是不让我过，只能小心拨开，这可是会弹回来的那种啊！打到皮肤还好，最怕的是相机直接被击落。这么敬业的画面，还不快点个赞！留言区告诉我，你有没有来过这里啊？不会吧？还是一样的道路，我决定不骑这里了。再骑下去，我应该很容易被击落吧？决定回到西滨喽。先这样了。等一下，西滨不是长这样吧？骗我没骑过西滨。说不骑，结果好奇心使然，继续骑过来。这地方适合什么样的人骑呢？就是很悠哉、悠闲、不赶时间的人啊。骑一骑都会变滑步车了，用滑的。其实这一段还不错啊，还蛮好玩的。只能用尖的，这太沉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我骑到草踏都不知道几点了。还来，真的不能再骑了啦！我要想办法出去了。现在这也不能出去，会逆向，很恐怖。去前面吧，看有没有巷子可以出去，接到另外一头。啊，怎么骑啊？说不要骑，看到前面这一段感觉很正常，我决定再继续骑一段喽。喂，你烦不烦啊？一下子不骑，一下子又骑了起来，前面直接来了个障碍物，闪过，简单。这就是一个人骑车的随性，一个人骑车的自在啊！桃园科技工业园区。好了，先过来了，继续走吧。干嘛不去骑对面啦？只能说就是好奇嘛，没骑过啊，来骑骑看。徒步环岛的人，保证走过这条路线，对他们来说，这路应该是再熟悉也不过了。终于被迫绕道骑到对向北上喽，总算可以正常骑车啦。西滨，我回来喽！
草踏沙丘地质公园白沙屯停车场。有没有觉得天气超好，艳阳高照，蓝天白云，树木绿得发亮？现在就是套中岛。但你知道，爱骑车的人就是这样，再热也挡不住，再晒还是继续踩。沙丘，刚刚外面警语写了好多，看着都好恐怖。来看看吧，草踏我来了。到了，脚踏车先放那里，看我要上去哦，感觉蛮酷的。啊，我真的要上去哦！我怎么觉得我爬不上去啊？这到底有没有在动啊？要上去还真的不容易，我知道一堆沙。走到旁边一点再上去吧，太难了。好嘛，好美啊！舍不得走，好晚了。我真的关了。的地方了。上山容易下山难啊！爸爸，我不想一溜就溜到最下面去了。决定来绕一大圈，最旁边这边超平的，走这里了。好了，安全。那就是我的脚印啊！疯狂过后，在入口这边清沙。觉得好光沙哦！这有停车场，而且旁边有厕所，很干净，很棒哦。YouTube 搜寻草踏，跳出来的是草踏重划区，一堆预售屋广告，沙丘、农地、海风，你认识的草踏是哪一个？人家说要认识一个地方，一定要先来当地的信仰中心。我这就来到了草踏宝藏宫。虽然建筑物看起来是新的，但这里的香火已经传承超过100年了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里是台湾第一座可以一炷清香拜众神的庙宇，主事的是天上圣母妈祖。但只要点一炷香，就能跨堂走遍各殿，拜到所有神明呢。我来到了草踏最大的宝藏宫。刚刚进去里面问了庙方人员，我想说这个历史很悠久，里面的人一定很会念草踏。顺便问他一下台语怎么念，他说叫超老。那我本来想要请他念给大家听，可是因为他比较客气一点，所以我有确定我的发音是对的，是念超老。看到麦当劳，我才想起来中餐还没吃耶。不过都来到草踏了，当然要吃点在地人开的美食了。草踏黄昏市场，来去买个中式汉堡挂包。我怕我念得不够标准，我请老板念给你听，只是老板不方便上镜头，我们就听他的声音就好了哦。超老 ，OK， 好，谢谢老板，超老，草踏，拜拜。
也有一点怪怪的，可能是刚刚去沙丘，那个风太大，不然就是沙子太多，不然就是空气太咸。反正他现在头不会乱转，就是没有办法控制那个要怎么说呢？就镜头啊，没有办法朝前。所以其实我现在虽然拍着，虽然在拍我自己，事实上我的荧幕是朝左边，所以我其实不太确定我拍到了什么。啊，没关系，喜欢冒险，心脏就要大颗一点了。示范一次给你们看，这就是他觉得正前方的位置所在。他觉得这叫正前方，所以我就要花个几秒钟，把它慢慢的调到正前方。看，这样子至少暂时搞定，不会像上次一样，连录都不能录啊！乐观吧？看这追踪模式就知道，有人头转不过去啊！好啦，不要再笑他了，等一下一整个罢工更惨。凉啊，终于有一点凉爽的地方了。我刚刚爬上来的时候，其实我看到一条蛇，比上次还要大一条，这太快了。沿着小鼓山路一路往上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老鹰观景平台。听说啊，想赏老鹰的人，每年4、5月还有9月、10月是最好的时机。真的可以在这里看到老鹰飞翔吗？不过呢，就算真的没有看到老鹰，你也绝对不会空手而回，因为这里随时都有机械老鹰在天上飞。原来我今天是从侧边过来，大鼓山登山步道。在后面了，这摄影机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在录。再来跟机械老鹰拍一张，这里的风景很无敌吧？大鼓山登山步道公园，我要来上面看个风景喽！很好。确实很高，前面的大树们确实很高，这一次上来视野几乎都被挡住啦。那这个相机真的怪怪的。那我在想，今天影片就先录到这里喽。我是 Wendy， 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等一下，先别走开，秉持着不轻易放弃的精神，骑一骑，当然要再开启 Pocket 3试试看喽。Pocket 3，我嘞，我告诉你哦，我有经验了。来使用 Pocket 3的注意一下，这 Pocket 3当它挂掉的时候啊，不正常的时候啊，不要急，真的。让他休息一下，他已经太累了。哇，好开心哦！荧幕前的你可以感受到我随着 Pocket 3也一起复活了吗？回家不走大马路，继续在芦竹逛皮塘、逛小巷。右边这是社子1号池，一年可以供应680户4口1家1整年的用电，这么厉害啊！天色渐暗，竹龙路上坡段终于搞定。那我要准备下滑回家喽。感谢你的陪伴，我是 Wendy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啊，这个季节夜骑太棒了。I feel like I'm losing my mind. Is everybody in the world blind? Please, Lord, give me a